鹅毛大雪裹挟着刺骨寒风，冻得我骨头缝里都在发疼。段如妃，你这个鸠占鹊巢的毒妇！如今元帅已死，段家军归了我们，你还有什么资格留在府里？陈真的声音像淬了冰，他身边的萧玉儿穿着本该属于我的云锦披风，依偎在他怀里，笑得娇柔又恶毒。姐姐，要怪就怪你太蠢，以为真心能换真心。阿征心里从来只有我。徐凝之啐了一口，一个没人要的残花败柳，还想做段家主母？若不是看在老元帅养育之的份上，早就让你死无全尸了。宋然跟着起哄，语气刻薄。冻死他正好，省得污了我们的眼。想想他以前那副倒贴的模样，真是让人作呕。身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的独女，从小就被当眼珠子一样疼。爹怕我将来嫁入皇室，受三宫六院的烟杂气，更怕我性子直爽，对夫家拿捏受委屈，所以自我小时就在军中选了3个孤儿，培养成校尉，做我未来夫婿的候选人。可这3人都不喜欢我，连我最喜欢的陈征也为了外人算计我，最后被他们逐出家门，活活冻死在雪地里。我猛地睁开眼，映入眼帘的是熟悉的闺房帐幔，阳光透过雕花窗棂洒进来，暖融融的。我还活着，我颤抖着伸出手，触到的是柔软的被褥，不是冰冷的雪地。眼泪瞬间汹涌而出，顺着脸颊滚落。上一世的屈辱痛苦，那几人背叛与算计，一幕幕在脑海中回放，让我浑身止不住的发抖。爹还在。我猛地掀开被子往门外冲，我要去见爹，见这个世上唯一疼爱我的人。可在路过一间厢房时，听见里面传出熟悉的声音：玉儿，等我娶了她，将来继承百万雄兵与兵马大元帅之位，定会迎你入门。段如妃，如果规规矩矩，我勉强可以允许他与你不分大小。如若他敢与你为难，我会休了他，给他配个读书人，也算报了大元帅的收养之恩。玉儿，我真心实意只想要你一个情。听到这，我攥紧拳头，原来你们这对狗男女早就勾搭在一起了。这一世我要让你们付出代价。我跑进书房，脚步未稳，便朝着爹扑过去抱住他。爹坐在对面，脸色苍白，只是勉强抬手轻轻按住我的肩。他缓了缓，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热茶，声音沙哑地开口：妃儿，皇帝病重，为父身子也不济了，已经请旨交出兵权，以求颐养天年。爹老了，护不了你一辈子了。你跟爹说实话，你到底想嫁哪一个？爹的目光里满是殷切的期盼，他还在以为这3人是我的良配。我脑海里瞬间闪过陈征那张冷漠且算计的脸，徐凝之摇着扇子阴阳怪气的嘲讽，宋然翻着白眼啐在地上的鄙夷，以及萧玉儿依偎在陈征怀里得意的笑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我抬眼看向爹，嘴角勾起一抹笑，语气斩钉截铁：爹，咱们段家为大运守了这么多年边疆，这次交出100万兵权，总不能白交吧？要嫁就嫁最有价值的。妃儿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要嫁太子，我要做未来的皇后，成为天下最尊贵的女人。爹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，震惊地看着我。什么？爹看着我，眼神复杂。妃儿，你是不是和太子有什么事情是爹不知道的？爹突如其来的问话让我心头一跳，他眼底翻涌的复杂情绪，混着几分探究与凝重，让我莫名有些不安。我今天去面见皇帝的时候，太子询问我你的意见，他也想要求娶于你。啊！太子求娶，这4个字像惊雷般炸在我耳边，我僵在原地，脑子一片空白。上一世的太子可是京城里最让人猜不透的人物，他自始至终都孑然一身，一直没内过一位妃嫔，更别提诞下子嗣。人人都在私下嘀咕，这太子莫不是真的不喜欢女子，不然怎会放着满天下的美人不顾，守着空宫殿过一辈子。我上一世那会儿满心满眼都是陈征，只当这些是京城里的趣闻轶事，听了便忘，甚至还跟着旁人暗笑，觉得这位太子性情古怪，这辈子怕是要与权力孤独终老。可今时不同往日，上一世的遗憾与苦楚早已刻进骨子里。但是不管这次太子要做什么，我都是一定要当皇后的。太子想不想娶我不重要，得到权力和金钱才是婚姻最好的补品，大补的那种。父亲叹了口气，嫁入宫中，哪怕是做皇后，日子也不会轻快。爹给你选的3个人选，你都不喜欢吗？我握住父亲的手，爹，嫁个寻常人也未必就多松快。再说太子对我再没兴趣，他也得跟我生下嫡子，只要有儿子在手，将来说不准我不只是皇后命，还能有太后命，这可比窝在一个男子的后院里有意思多了。我语气坚定，字字句句都藏着重生后的野心。虽然是个丫头，你还是随了我，有雄心壮志。行吧，既然你对他们没兴趣，
他们年纪也不小了，正好安排相看相看，就把他们分出段府吧。若是以前听到这话，我肯定会心如刀绞，别说让陈征娶别人了，就算他多看别的女人一眼，我都会难受好几天。可现在我心里平静得像一潭死水，萧玉儿那张娇滴滴、柔弱弱的脸瞬间浮现在我眼前。每次见了我，她都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样子，眼眶红红的，仿佛我欺负了她似的。以前我还觉得她可怜，现在想来真是恶心至极。我开口道：爹，军营里的随军妇孺中有个叫萧玉儿的女奴，是邻国人，我看她跟陈征走得挺近的，两人倒是挺般配的。爹皱起了眉头，语气严肃：女奴还是邻国的？咱们段家虽然要交兵权，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有副将家做岳家，他们将来在军中也能步步高升，至少能混到将军的位置。可要是陈征娶了个外邦女奴，别说升官了，能不能保住现在的校尉之位都难。那是他自己的选择，咱们管不着。他要是真喜欢萧玉儿，就算放弃前程也愿意；要是不喜欢，自然不会选他。上义临死之前，我才看清你们的真面目，这一世我倒要看看你们能演到什么时候。走出父亲的书房，我去了隔壁书洞小院。小时候因为母亲去世的早，所以父亲怕我孤独，就一直让我在他书房隔壁居住。如今我年岁大了，所以这次回京便一直在后院。但今天既然出来了，便想过去看看。谁知刚到书洞小院大门外，就看到了陈征三人也在门口。我不想理他们，却被陈征一把拉住。陈征皱眉，满脸厌烦：段如妃，这里是京城，不再是山高皇帝远的边疆，你别不知检点，放规矩些。莫名其妙。我甩开他的手，转身想走，旁边冒出了徐凝之，满脸鄙夷：别装了，你不在后院里带着丫鬟绣花，跑到男人才来的外书房，不就来堵我们吗？不远处，宋然哭丧着脸：以为来了京城规矩多，就不用被他缠上了，真是癞蛤蟆跳脚背上，不咬人，膈应人。以前爱让我盲目，没有看出来，但现在这么看，他们三个偏执、眼盲、没教养、没良心，更没有脑子，做跑腿校尉也就罢了。若是真当上将军，边疆还能守得住吗？看着他们三个对我厌烦无比的样子，我冷笑：这么不想见我，那你们干嘛跟着回了京城，继续戍守边疆多好。我爹这个人虽然顾念家中小情，但更看重国家大义。若他们说不愿回京城享受，只想留在艰苦边疆，我爹绝对会支持，甚至还会派亲兵给他们使用。说到底，还是想跟着我家舒舒服服升官发财。赖舔人是不是就该有舔人的态度？宋南不耐烦：我们不回来，你能放过我吗？还在装？不是要成亲吗？我们不是你家的赘婿人选吗？你俩要娶我？哎，你老婆？不，你老婆？我看着他俩这样嬉皮笑脸的分配我，心中无名火起，刚想骂他们，陈征深深叹了口气，挡在他俩面前，满脸疲惫。段如妃，我早就说过了，我愿意跟你成亲，这不是玩笑，我认真的，你就放过他俩。你真要娶她？老元帅与我有养育之恩，他老了护不住自己的独女，我早已做好了觉悟，如今都回京了，娶她早晚的事了。收心不爱以后，再看他们三个，我竟有一种看仨老农争论皇帝是不是用金锄头耕地的滑稽感。我懒得再理会，又转身想走，却和别人撞了个满怀。对方端的鸡汤全部都泼到了我的身上，又烫又疼。可我还没叫，对面先柔弱的尖叫起来。我抬头一看，是萧玉儿。玉儿，你没事吧？徐凝之和宋然也紧张地凑了过去，然后他们看清萧玉儿小手指上一点点烫红，然后充满怒意地瞪我。段如妃，我刚说了会娶你的，会娶你的，你怎么就是不能收敛一些自己的恶毒性子？当着我的面也敢欺负玉儿？我看着萧玉儿瑟瑟发抖、泪流满面的样子，又看看自己满身滚烫鸡汤，陷入回忆。萧玉儿是邻国人，因为战乱穷困逃难过来的，其实并不合规。事实上，他刚好被我和陈征抓了个正着。我公事公办，要撵他回去。那是陈征第一次为了萧玉儿跟我争执，他骂我狠心，不同情弱小，视生命如草芥。他强行将萧玉儿带回军营，安排他随军。我一开始生气，后来说服了自己，或许陈征只是善良。刚好那天我听我爹念叨，好久没有全营核查了。一旦被全营核查抓住，萧玉儿这种从邻国逃来没有身份的会被军法处置。我跟萧玉儿权衡利弊，要送她离开军营，去隔壁村子里生活，并在那里安排地主富户收养她，好好照顾她。萧玉儿感恩落泪，表示愿意去。
可就在我想着给他带点财物防身，正收拾东西时，陈征就闯入我的营帐，掀翻了桌子。段如飞，她只是一个走投无路的小姑娘，你为什么仗着你爹是兵马大元帅，把她逼出军营去山沟子里？你让她一个人在那怎么活？你就想逼她去死吗？我莫名其妙看向萧月，萧月眼珠子却咕噜噜转了转，瞬间泪流满面，跪在地上，对着我连连磕头。大小姐，没有逼我，是我自己命贱，不配留在军营，只配去山沟里苟延残喘。萧卫大人，您不要为了我顶撞大小姐，我不想大小姐生气。那一刻，我才明白萧月不是个好东西，我引狼入室了。陈征三人哪里看得出他的把戏？看到他自残，心疼的都要碎了。陈征一把冲过去，抓住他的手腕，将他搂在怀里。玉儿，别打了，我不许你走，有我在，谁也不能逼你离开。宋然更是气得把我的梳妆台一脚踹翻，指着我的鼻子骂道：段如飞，你看看你把人逼成什么样了，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？陈征垂头，看到倒了的桌子旁散落一堆空白奴籍书，用不着你假好心安排什么地主。陈征弯腰捡起一张空白文书，眼神坚定而挑衅地看着我。与其让他被你卖到外面受辱，不如让他先入个军弩的籍贯。只要有了弩籍文书，就是军营里的人，核查就能过关。徐凝之也凑了过来，扫了一眼文书，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。只要入了籍，他就是营里的人。等过了这阵风头，我们三个凑钱，再想办法把他赎出来，给他自由身，总好过落在你这个毒妇手里。他手脚匆忙，拉着萧月转身要走，我喊住了他。陈征，你确定吗？陈征回头看我，满脸厌恶。不过拿你一张奴籍书，少一个奴隶伺候你罢了。你就这么小气吗？菲儿，我将来会娶你的，那你的就是我的。这张奴籍书，算我提前跟你借的。看着萧月那不安分的眼珠子，我最后没有阻拦，放任他们离开。他们俩都是边疆人，没有在京城待过，所以不怎么懂。其实他刚刚拿走的是京城教坊司的官妓奴籍书，原本是京官拜托我爹的下属，偷偷弄点边疆异域女子回去充实教坊司，被我发现，把这个害人的奴籍书给拦截下来，却被陈征拿给了萧月。这种入籍和其他奴隶都不一样，因为教坊司一入京城便要立刻入坊报道为祭，且终生到死都不得赎身。这件事我没有告诉过他俩，但萧月就如同有了靠山一般，不仅是陈征，他还迅速笼络住了徐凝之和宋然，他们仨紧紧护着他，不止一次像今天这般恶心我。我想到这，便意识到了问题，擦着被碎瓷划破的手，从地上踉跄站起身，抬头看向萧月。你为什么在这儿？萧月一愣，然后哆哆嗦嗦，泪流满面，不敢回答，只是缩在那三人身后。首先，我没同意过你入段府；其次，你为什么会在外书房？难怪他今天脾气这么冲，原来是怪我们把书洞小院给了玉儿。书洞小院，我震惊地看向侧面，刚刚萧月是从我背后冒出来的，我一时不察，并没有看清他从哪来的。但再一转头，书洞小院的大门微开，他分明是从里面走出来的。我径直走向大门，果然院子里摆放着各种我没见过的东西，分明是萧月已经在这过起日子了。谁准许你们让他住我的书洞小院？大小姐息怒，是玉儿错了，不配住在偌大的元帅府。玉儿这就走。够了，你又欺负玉儿，就是因为你总欺负玉儿，你住后院，她哪敢跟你住一起？就是，我们只能把他送前院，可前院可以住的，空着的，不就这了吗？他俩架起快哭晕的萧月。我曾单独告诉过陈征，我母亲生前是不逊于父亲，颇通兵法的女诸葛，经常帮着父亲一起处理军中事务，所以她不怎么住后院。她最喜欢的是她亲手为自己和将来的孩子建造的外书房，正是这个书洞小院。可现在呢，她却亲手把钥匙给了另一个女人，糟蹋我母亲的遗物。陈征，你必须给我个交代。陈征的眼神有些闪躲，不敢看我的眼睛，他脸上露出为难的神色，过了好半天才开口，语气带着一丝被逼问的不耐烦。菲儿，别闹了，反正我们早晚都是要成婚的，以后你肯定是这里的女主人，要住后院主屋绣楼，不可能住在前院这种偏僻地方。这院子空着也是浪费，让玉儿先住着怎么了？索性从现在开始就给她住吧，别再计较这些死物了。好一个别闹了，好一个死物，简直是鸠占鹊巢了。我冷笑着往前走了几步，却踩到了装鸡汤的碎瓷。这瓷是我父亲小厨房里拿的，因为也是我母亲曾经亲手烧制，所以这么多年我父亲一饮一食只用这套瓷器，就连我都不能碰。萧月儿，这鸡汤你不会是专门给我爹送的吧？难怪他非要哭着喊着住进书洞小院，难怪他非要赖在我爹的外书房隔壁不走，难怪费尽心思弄到这个瓷器。我看着萧月瞬间变得惨白如纸的脸，看着他眼神里那一闪而过的被人戳穿心事的极度慌乱和心虚，顿觉恶心和无耻。你所图不小啊！话音刚落，我就被陈征一把掐住了喉咙。陈征青筋暴起，段如飞，你什么意思？你竟然敢侮辱玉儿清白！
徐凝之和宋然吓傻了。平日里贬损归贬损，嫌弃归嫌弃，但我毕竟是大元帅之女，敢对我动手，这还是第一次。我也懵了，只觉得喘不上气来。但就这样了，萧玉儿还是唯恐天下不乱，又一起跪在了地上，泪流满面。大小姐，我求您了，虽然您身份高贵，有权有势，而我出身卑贱，无权无势，但我也是个人。我只是感恩大元帅，加上厨娘让我帮忙，才给大元帅熬煮鸡汤送去。求您别毁我清白，别逼我勾引大元帅，我这就划自己的脸。萧玉儿拔出头上的簪子，就要划破自己的脸。陈征这才松开了我，然后一把抓住萧玉儿的手，怒瞪我。段如妃，给玉儿道歉。我拼命咳嗽一番，喘过气来，只觉得心头暴怒。他竟真当自己已经做了段家的主了。你妈的欠！来人！随着我一声喝令，周围隐藏起来，一直保护我的暗卫纷纷现身，将对面几人团团围住。萧玉儿吓傻了，徐凝之和宋然也被吓到，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我身边这副场面。也是怪我自己，过去为了让他们仨喜欢我，曾经命令过暗卫们，无论我和他们仨产生多大争执，只要不要命，就不许出来为难他们。所以刚刚陈征掐我，他们也依然保持缄默。我环顾几人，最后视线落在了萧玉儿这个头号绞家精上。如果他只是引诱这三人便罢了，但他竟敢把主意打到我爹头上。段如妃，你若敢伤害玉儿，我绝不娶你！哼！我冷笑向前逼近三人，视线在他们身上绕了一圈，最后落在陈征身上。陈征，我也是绝不会嫁给你的。给我把他的盘骨剜了。随着我伸手一指，暗卫们迅速向萧玉儿靠拢。不是喜欢跪吗？我让你膝盖没了骨头，永远站不起来。萧玉儿这次是真吓傻了，脸色苍白。大小姐，我真错了，这次我真知道错了，饶了我吧。陈征、徐凝之、宋然，救我！那三人和暗卫们纠缠在一起，眼见着萧玉儿就要被拖出来。传旨！别闹了，快去前厅来圣旨了。圣旨虽短，但礼单很长，一多半都是奖赏父亲的，一小半是奖赏给陈征、徐凝之和宋然的。他们仨跟在父亲身边这么多年，说没有半分功劳也是假的。再加上父亲之前愿意捧他们，所以他们仨的名字自然是入了皇帝耳朵的。与此同时，还有第二份圣旨，3日后皇家园林要举办游园会，让我与陈征、徐凝之、宋然一同参加。而且传旨太监还当众暗示，这场游园会会为我定下亲事。父亲随着公公们入宫谢恩去了，一时间整个元帅府看向陈征三人的眼神炙热到远超于我，所有人都觉得他们得了陛下表彰，将来其中一人又会与我成婚，必定前途无量，说不准还会继承我父亲手中的100万兵权。刚刚还被暗卫吓到的三人，此刻已经得意忘形，知道我再不能拿他们怎么样，看向我的眼神又恢复了过往的厌恶。陈征伸手想摸我的脖子，被我躲开。菲儿，陈征强忍厌烦，刚刚是我冲动了，不该动手，但也实在是你太过分，不该随意毁掉一个女子的名节。你我3日后就会被陛下赐婚，将来是要一起终老的。玉儿，她很不容易，我希望你能容下她。我冷冷看向他，陛下只说3日后会给我赐婚，你怎知对象就会是你？陈征还没开口，徐凝之和宋然扑哧一笑。陈征，你不想要，可别是惦记我们吧？他俩对视一下，随后哈哈大笑起来。宋然哈哈笑，回对了下徐凝之。你老婆，你老婆。他俩又开始分配我的无聊把戏，就连跟在他们旁边的萧玉儿也得意嘿嘿笑，大胆起来。大小姐貌美，地位又高，你们怎可嫌弃？陈征更是拉住我。玉儿从来没参加过皇家园林，你就别去了，把名帖给她，让她进去看看吧。反正到时候赐婚，我也可以带你领圣旨，你在不在场不重要。脑子有病了吧？我心生厌烦和恨意。你们3人，我谁都不要。说完，我转身就走，身后他们的议论还在继续。不嫁我们谁还会要她？一个日日混在军营，名声早没了的女子，我看她就是自己名声不好，才想毁了玉儿清白。陈征，以后你把玉儿护好。老元帅老了，护不住她，才想着交给我们。看在老元帅对我实在有恩的份上，段如妃，我肯定会娶，但3日后我也会用我的军功，再跟陛下为玉儿求一个平妻之位。够意思，够义气。我并不理会他们3个，其中一个暗卫已经悄然飞回。大小姐，已经查明，萧玉儿在军营接触不到老元帅，但是回京这半个月，她一直住在书洞小院，已经给老元帅送过3次点心，4次茶，5次鸡汤，其中有3次见到了老元帅。我爹对他呢？老元帅对他一个字都没说过，一眼都没看过。我点了点头，那就好。这个萧玉儿还真是2条腿走路。陈征3人不放过，我爹那边也试探一番。我翻出萧玉儿那张奴籍申契，陈征想理直气壮留萧玉儿在段府，在他的身边，所以回京半个月一直没有处理萧玉儿的奴籍。我将奴籍交给暗卫，送去教坊司，让他们3日后在皇家园林门口拿人。暗卫领命而去。陈征，我倒想看看，为了萧玉儿，你到底会闹到哪一步？3日后，皇家园林门外，我刚下马车，就看到门外热闹非凡，几乎京城所有未婚的权贵子女都在这里一一登记入园。
这与其说是游园会，不如说是公开的相亲会，每年都有，都是有功之臣的后裔，还会得到皇帝的赐婚。今年必定是我家，现场所有人都知道，全在议论纷纷。这3个少年副将真是英俊潇洒，听闻在边疆屡立战功。老元帅老了，没有儿子，万幸给自己闺女选了3个这么好的人才，才不致使段家没了将来。尤其是那个陈征，元帅女儿最属意他，老元帅也认可他。周围议论纷纷，都觉得我爹老了，段家日落西山，他们3个准赘婿才是整个国家的朝阳。我扭头看着那3位朝阳，正从我后面的马车上下来，看来没我的名帖，他们还是把萧月弄来了。是段家小姐，倒不像是武将家的，柔弱漂亮，和那3位关系倒是好啊。但光天化日之下，1女3男同坐一辆马车，有些不检点吧？瞎说什么？人家郎才女貌，将来手握兵权，就连皇帝都礼让3分，轮得到你个无权无势的瞎评论？因为那3个人围在萧月，所以将萧月认成了我，所以对他们无所不用其极的追捧。而那3个也是够不要脸，不仅不成亲，还要带着萧月入园。眼见着这般热闹，我对着不远处的暗卫点了点头，暗卫又拉了下旁边的官员，那个官员整理了下官服，便拿着户籍文件对着萧月走了过去。萧玉儿，夏国天育3年生人，藩国人士，入夏国教坊司奴籍10年，今至京城，是该和明入坊了吧？周围所有人愣了愣，然后轰然大惊，那不是段大小姐，竟然是个下九流的教坊司妓女。周围议论纷纷。段家的准赘婿怎么会跟这种女的混在一起？不是那种妓，是表演的妓，不过区别也不大。难怪他们4个一车，也不知之前在车里玩了什么。迅速从惊讶过渡到造起了萧月的黄药。那3人气急败坏，揪着教坊司官员头子的衣服领子。你是个什么人？也敢冒充官员，玷污玉儿！我要打了你这个胡乱攀要的东西！玉儿便是奴籍，也是我段家军的奴，我们自会赎身。只是他话音刚落，周围就有人起哄，又急又羞，直到他瞧见了我，猛地冲过来，咣当一下跪在了我的面前，哭喊起来：段大小姐，我知道你讨厌我，但你不能因为你自己才是那个日夜待在军营，和万千男人厮混在一起，被毁了清白的人，你就雇人来抓我走，也想毁了我的清白。阿征已经答应会娶你了，你永远都是他的正妻。我只是棵无根野草，求你发发善心，不要因为阿征他们可怜我，待我好，就想逼死我。萧月说完，关关磕头，看向我的眼神也颇为考究。段大小姐日夜待在军营，失了清白。我不理会周围，只是冷笑盯着萧月。你不用在这胡搅蛮缠，孰是孰非，拿出你的户籍一看便知。陈征终于怒了，段如妃挡在萧月身前。你这个毒妇，你以为用老元帅养育之恩胁迫我娶了你，你就可以想干嘛就干嘛吗？一会儿我便用这通身军功为玉儿求一个平妻之位。那我也用军功为玉儿求一个义妹之位。宋然一同站出来。那我就用军功为我们义妹求一个诰命之位。陈征上下扫视我，满是不屑。段如妃，你若还想让我成亲以后善待你，善待老元帅和你们段家军，你就应该立刻跪在地上，承认玉儿不是官妓，承认这一切都是你生性下贱嫉妒他人的蓄意。我看了看萧月，徐凝之、宋然，最后看向陈征，然后我扑哧一笑。陈校尉，教坊司女子每月只有初一、15才可以归，那以后初一、15，萧月儿回家陪你这个丈夫，剩下时间我就日日去教坊司点你妻子出来表演陪客，你看这样可妥？陈征勃然大怒，眼中生出杀意，劈开一掌就要狠狠扇在我脸上。顿时，一只手从我背后伸出，死死拦住了陈征。与此同时，另一只手紧紧揽我入怀。好大的胆子，竟然在本宫面前动手！我猝然回头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张近在咫尺的俊美面容。她衣着华贵非凡，此刻却因愤怒而面染薄红，呼吸微蹙，甚至有些局促的别开视线，不敢与我对视。段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怔住了，这么帅，居然是那个不喜欢女人，只对男人的太子殿下。太子驾到，所有人都吓了一跳，慌忙跪下行礼。他视线转了一圈，刚刚听到这里好生热闹，似乎有什么教坊司女妓。说罢，他脸色一怒：陈征，你好大的胆！陛下恩赏的游园会，你竟敢公然携妓而来，这乃是大不敬！萧玉儿瞬间脸色苍白，吓傻了。陈征慌忙行礼：是段如妃因我有婚约，见我亲近侍女萧玉儿，心生嫉妒，买通教坊司官员，蓄意构陷而已。正是，萧玉儿那是陈义妹，怎么会是歌妓？臣也愿作保，定是教坊司安簪的官员胡言乱语。教坊司官员不等我说什么，吓坏了，连连磕头。殿下，下官们不敢。这是萧玉儿的户籍登记信息，足以证明她的确入教坊司。臣等绝对没有被段大小姐收买。太子接过户籍证明，略过我，并不给我说话的机会，只是看向萧玉儿。
萧玉儿眼红红，无辜看向太子，咬了咬唇，瞬间柔柔落泪。太子殿下，果然是个楚楚动人的美人，英雄难过美人关。陈大副将，你果真如传言那般有情有义、有胆有识。那姑就做这个媒，将萧玉儿赐婚给你为正妻。陈征猛地看了一眼我，可是臣与段大小姐无妨，大丈夫3妻4妾，就算肩挑2房的也有。陈征大喜，重重磕头。臣谢过殿下。若应了，可不能再悔，辜负美人心意。臣真爱玉儿，绝无悔意。简直愚蠢！我用手帕捂着嘴冷笑。游园开始，我便起身随着大流往园子里进，而后被太子拉住了手臂。如妃，你可满意？我回身看了看陈征3人，笑着围着萧月儿，也跟着往园子里走，却被守卫拦住。这是何意？此乃相看之意的游园会，陈副将既有妻子，就不便再进来了。至于徐副将、宋副将，你2人公开认剑籍之女为妹妹，自己也沾上了剑籍，便更不得入内。陈征一愣，然后瞬间暴怒：你什么意思？刚刚太子可是将萧玉儿赐予我为妻的。莫非是大小姐因为太子的赐婚生气了？萧玉儿突然扯嗓子对我哭喊：大小姐，那毕竟是太子的赐婚，你不能因为嫉妒。他说到这，整个人一愣，就连陈征3人也愣住了，因为他们4人都看到太子舔着脸趴在我耳朵边，区他们几个，讨好我，逗我开心。也是陈副将心胸开阔，居然愿意娶一个就算嫁人也回不了家、赎不了身，终身都要伺候各种外男的女妓为正妻。另一个侍卫也嘻嘻笑，上下打量萧月儿，模样还不错。明天晚上我就点陈副将的妻子来我家饮酒作乐。萧月儿气到哇哇直哭，陈征、徐凝之还有宋然都疯了，抓着2个侍卫打了起来。太子的确对我不错，先是替我处置了那几人出气，整场游园会都彬彬有礼，对我各种照顾，一个指甲尖、一个衣袖的角都不曾碰过我。果然是对女子没什么兴趣，不过我不在乎，我从未想过要太子的爱，我只想要他的嫡子和未来皇后、太后之位。游园很快结束，太子给了我许诺，我这就去宫里让父皇下旨，为你我赐婚。只是段小姐，我还是最后再想问你一句。他紧紧看着我，眼神灼灼。你是否真的想嫁给我？我看着他，深深点了点头。太子红着脸笑了，搀着我的手将我送上马车，然后傻呆呆站在路边看着我的马车走远。行，算他有诚意，我满意而归。结果刚到段家大门口，就看到一片大乱。教坊司带了一群侍卫，正在将萧玉儿往门外拖拽。萧玉儿发疯一般求救：阿征、凝之、阿然，救我！我不想去做歌妓。她可是我的妻子，我们段家军在此，看谁敢把她带走！陈征3人气急败坏，拔出刀剑，指挥段家军将整个教坊司的官员围了起来。陈副将，我知道你不能接受妻子去当妓女，但这是太祖皇帝曾颁布过的律令，凡教坊司歌舞乐伎，尤其是他国人终生不得赎身。我听到这扑哧一笑，从马车上走了下来。段家军住手，放教坊司官员带人离开。陈征见到我急疯了，几步冲了过来，一把拉住我。段如妃，你赢了，我不会再娶玉儿了，我只会有你一个妻子。你赶紧让这些人放开玉儿！好大的口气！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也敢挑战律法？你知不知道先皇生前就曾爱过一个教坊司的女子？别说封妃了，就算是想接入宫做个宫女，最后都因为祖宗规矩和律法没成。萧玉儿趁机甩开拉扯她的人，冲过来，咣当一下跪在我的面前。大小姐，当初您若是知道这些，为什么把那份空白的奴籍给我呢？你是不是从那时候就已经想要害我了？陈征反应过来，瞪着眼睛。是啊，你如果知道这些，为什么当时不说？我冷笑几声。你给我机会说了吗？我欠你们的，还得追着你们舔着解释。萧玉儿，我不知道你是天生的贱性，还是后天学来的词。当初我劝你不要入奴籍，送你去富庶村子，给地主家做个养女，是你当时见到陈征就哭，说我把你送山沟。这些年你也是这样装可怜，甚至到了现在都还在挑衅陷害我。你以为这样陈征就能保得住你吗？他们仨自保都难了。最后我凑近萧玉儿，不如你再哭一哭，让他们仨用军功，甚至君为你求求托吉。萧玉儿眼珠转了转，假模假样的吆喝：大小姐，原来你是想利用我夺走他们的军功，逼他们一无所有，做他们迎刃你宰割的赘婿，我绝不会允许。他脸色一变，一把夺过陈征手里的剑，随后快速又很轻的在脖子上抹了一把，但当场就把陈征、徐凝之吓到了，慌忙接住萧玉儿。玉儿，玉儿，段如妃，你竟逼玉儿至此，就怕我们仨都不娶你？将来你爹死了，段家军群龙无首，我看你再去求谁？哼，我到时候去教坊司求你老婆，让她出去接客的时候，帮我寻摸个身体好、能上战场的。陈征愣了愣，整个人瞬间被点燃。你找死啊！陈征抬手狠狠一个嘴巴抽在了我的脸上，周围瞬间惊呼一片。庶子，你竟敢打我女儿！我爹穿了一身铠甲，带着士兵，骑着高头大马而来。虽然他的确老了，但仍然有足够的威慑力。陈征、徐凝之、宋然见状齐齐跪下，萧玉儿也不再装了，缓缓苏醒，刚要跟着下跪，
教坊司的几位，快将此女带走，我段家给你们的赔礼稍后会送上。几个教坊司的官员擦着汗，慌忙捂住萧月儿的嘴，不使她说一句不该说的，即刻拉走。元帅，陈征很着急，我爹一个鞭子直直抽在了他的身上，一鞭子、两鞭子、三鞭子，抽了不知多少鞭子，将他抽到面色惨白，身上都是伤痕。随后我爹扫视到徐凝之和宋然的脸上，他俩吓到浑身发抖，连连磕头。我爹这么多年因着我善待他们，从来没有给过他们狠脸，所以他们何曾知道我爹的脾气，还真当自己是我爹的儿子了。你们3个干的好事！我爹丢下几份户籍证明，是太子。他这么快就已经将陈征和萧月儿登记为夫妻，又将徐凝之和宋然双双登记为萧月儿的兄长，改名为萧凝之和萧然，所以他俩也跟着成了外邦奴籍。我苦心孤诣培养你们这么多年，你们倒好，一个非要娶妻，2个人不做，去做外国奴。我成全你们，什么副将校尉，通通不用做。来人，将他们仨的东西收拾好，丢出段府，让他们自生自灭。说罢，我爹拉着我回了段府。他们仨被彻底拦在了门外，陈征还是不死心。元帅，我们3个可是从小被你手把手养大的养子，你若将我们赶出去，以后100万段家军你还能交给谁？又有谁如我们这般知根知底？又有谁会像我们这般善待你的独女？我冷笑。善待？你所谓的善待，就是跟萧玉儿说你心里只有她一个妻子，要把我打发出去，随便配个书生。陈征彻底愣住，他从来没想过他和萧玉儿的密谋会被我听得一清二楚。可菲儿，你是爱我的，除了我，你还能嫁给谁呢？谁又会要你这个厮混在军营里？不，圣旨到。远远的，太子身边的宣旨太傅带着一群队伍遥遥走了过来，打断了所有闹剧。我爹这才拉着我，还有其他人纷纷跪在了地上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段氏女如妃，性秉温良，德韵柔佳，姿仪端敬，才会过人。礼部择吉日，行册封礼。天下兵马大元帅段天元今将100万军权交付，特准卸甲归京，颐养天年。晋封为1等镇国公，赐丹书，加授太子太保衔，享万石俸禄。府邸一致同亲王，布告中外，贤使闻之，钦此。臣等谢恩。圣旨交付，所有人喜气洋洋，唯有陈征、徐凝之和宋然3人疯了。怎么会这样？菲儿怎么会嫁给太子？大元帅怎么会上交兵权？怎么没人告知我？你是个什么？你有什么资格听？段管家将他们3人的东西砸在他们的脸上。菲儿，太子绝不会喜欢你的，你不能嫁给他。可我早已入府，他们看到的只有从此不再向他们展开的段家大门。婚期已定，在明年正月里的吉日。这半年多时间，我就一直在家里等着嫁人。但关于陈征、徐凝之、宋然的事，下人们还是会当笑话讲给我听。我爹不算刻薄，虽然将他们赶出段府，但他们这么多年攒下的家私，还是都让他们带走了。萧月儿眼见着陈征等人失去了利用价值，他立刻脸一抹，转头讨好起了教坊司里的官员。那官员心狠嘴黑，故意在陈征住的房子隔壁租了个院子，3不5时的就点萧月儿过来唱歌、跳舞、喝酒、摸手，甚至有时候晚上还会过夜。陈征一开始以为萧月儿被逼的，几次3番上门想救她出来，却只能被暴揍一顿，然后看着萧月儿哭着被拉进卧房，随后就传来她淫荡失控的叫声。陈征痛苦至极。另一边徐凝之和宋然也很惨，他俩因为是萧月儿的兄长，改了萧姓路的贱籍，找不了正常工作，最后被迫都成了小官。一个被身宽体胖、年过50的富贵寡妇们包了，另一个不堪说，总之是男女都行。所以他俩恨透了陈征，再没有一起欺负我时候的团结一致，反而3天2头打起来。直到一次，陈征又去隔壁官员家，就被强迫的萧月儿赶上了徐凝之和宋然，也跟着官员花钱雇来。陈征在他们极尽羞辱中，才知道隔壁官员就有强迫人妻的爱好。其实萧月儿早就从了，一次次装哭、装被欺负，无非就是用羞辱陈征的方式讨好官员。而且不只是官员，就连徐凝之和宋然也都报复性跟萧月儿借陈征正妻欢好过。陈征活活气到吐血，但因为太子赐婚，他也无法休掉萧月儿，甚至都阻拦不了萧月儿初一十五回家休息。而且他的肚子里还怀上了不知是谁的野种。陈征实在太痛苦了，几乎发了疯。也由此，他终于看穿了萧月儿的恶心嘴脸，终于明白这么多年他对我的陷害，甚至也知道当初萧月儿还真的想勾引过我爹。所以陈征、徐凝之不止一次跑来段府求我原谅，想要见我，但不是被我爹的人拦住，就是被太子的人打走。但没人要他们的命，就是想让他们像蝼蚁一样苟活着。而这段时间，太子颇为殷勤，日日让人给我送礼，这让我十分困惑。若说他喜欢我，可大家不都说他不近女色吗？我看到了他专门从边疆给我带回的风干果子。恍恍惚惚间，我突然记起，那是我还不到10岁的时候，父亲在边疆救了一个贵族子弟，与我年龄相仿。我不知他的身份，只知道要照顾他，于是把他安顿在我的闺房，陪他吃，哄他睡觉，一直到他要被父亲送走，我就给了他这样的风干果子。菲儿姐姐，以后我会对你负责的，你回京了一定记得找我。原来那个孩子就是太子。
花期已到，我上了花轿，太过紧张，直到察觉周围看热闹的人群中，有3个乞丐正在奋力追着轿子，正是陈真、徐明之、宋然。我错了，求你原谅我，我愿意回段府，哪怕当奴隶都行。菲儿，我不当奴隶，我当狗，当狗也行。菲儿，你本来应该是爱我的，只做我的妻子啊！你怎么能嫁给他人？曾经身在福中不知福的3个蠢货，消失于人海，而我丝毫不被影响，继续怀揣着复杂且忐忑的心，按部就班完成了所有婚礼的仪式。太子殿下，你居然真的喜欢我？太子哈哈笑了，不止喜欢，还有爱。我还以为你喜南风呢。这种胡说八道的流言你也信？我谁都不碰，那不是为了等你吗？不信，我这就让你知道我到底好什么风。窗外月光如水，悄悄淌过窗棂，落在床榻边。太子将我一把扑倒，烛火闪了又闪，而后彻底熄灭。夜半时分，我从缱绻中悠悠转醒，身侧的太子并未熟睡，我正想装睡。上一世你被他们害死在雪地里，浑身冰冷，连眼睛都没闭上。我纵使将他们千刀万剐，也难解我心头之恨。这一世，我绝不会再让你受任何委屈。那些欺辱过你的人，我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。我浑身一震，原来重生的不止我一人。我知道你醒着。我转过身，他深邃的眼眸里是两世的执念与深情，千言万语化成一句哽咽的陛下。往后不必唤我殿下，唤我景渊便好。菲儿，这一世，我们岁岁年年永不分离。我闭上眼睛，嘴角扬起一抹安心的笑意，属于我们的全新的圆满的生活才刚刚开始。